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网评娱乐圈8大普男普女，杨紫王一博上榜，赵露思生图精修差距大。在娱乐圈当明星，尤其是走偶像路线的，一句普通就能让粉丝和明星本人跳脚。如今娱乐圈4大普女、4大普男评选出炉，女榜杨紫、赵露思、虞书欣、白鹿当选，男榜王一博、程毅、任嘉伦、易烊千玺在榜，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当红小生小花。平时被明星的精修生图多有麻痹，直到如今看了这8位的无修生图，才发现网友没有冤枉一个娱乐圈普人。杨紫，普女评选之中，杨紫以超过60%的票数名列前茅。同时，她也是4人之中出道最久、资历最老的前辈。作为从小看着长大的童星，其实大家对杨紫的颜值水平都心里有数。就连宋丹丹曾经都直言不讳，建议杨紫不要进入演艺圈，因为圈里漂亮的小姑娘太多了，而杨紫的长相在演艺圈并不占优势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杨紫还是在演艺圈打出了一片天。以她的演技，如果成为实力派青衣是很有可能的，可她却一头扎进考验颜值的偶像剧了，沉迷演绝世美女。剧里靠磨皮，剧外靠精修，杨紫也开始营销起了自己的角色容颜。杨紫好美人、美歌甜等热搜都买得很直白，好吗？既然给自己塑造了美女人设，那就得经得住大众的审判。精修图全是百万修图师的鬼斧神工，逆天改命。那咱们直接上生图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最直白的问题：这样的颜值放在明星里算普通吗？这里说普通的标准，当然不是跟普通大众相比，而是跟圈里的同行类比。在娱乐圈这个限定环境下，作为女明星而言，说杨紫一句普通确实不冤枉。哪怕在红毯上做好了顶级妆发，穿上了绝美礼服，杨紫依旧不能靠脸当上优等生。前段时间，杨紫官宣防晒代言，在宣传视频里，她和上一位代言人娜扎的颜值对比简直残忍。出道这么多年，杨紫其实在自己脸上下了不少功夫，肉眼可见的医美、填充、垫鼻，可那种普气还是没能改变的了。如今的杨紫只能在修图假象里吹吹美颜了。赵露思，为什么说不能用官方精修评判明星是否普通？看了赵露思的精修与生图对比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美颜科技的可怕了。从脸型到身高、比例，全能作假。作为如今势头最猛的95花，赵露思现在在小花圈里的地位，就好比以前的杨幂和赵丽颖。同样是从偶像剧里厮杀出来的，赵露思的原始颜值明显就要比前辈们差很多。出道前，她是明显的大脸盘子小眼睛，就算是入圈后，她有了专业的包装打造，大家依旧能通过镜头看到她普的明显的脸。为什么说赵露思是普女？因为她生图里的脸蛋身材，放在以前的娱乐圈，那都是会被100%淘汰的差生资质。赵露思的脸盘显大，五官偏小也不精致，脸部留白过多，看了她的生图，你就会觉得说她长得像张大大是有原因的。赵露思的脸几乎离不开精修，小头小脸放大双眼后，才看起来有那么些清秀。可到了剧里，她的普通五官直接暴露无遗。明明颜值就不算出众，她却要在《且试》里演风华绝代的大美女，在《星汉灿烂》演让三男一见钟情的小美人。如果你想更加直观地感受什么叫普，那就控制变量，看看别的女星和赵露思的不同。同样是粉发造型，赵露思是不是输得明显？同样是公主切发型，哪位更显土气？同样是汉代妆造，同样是新生代小花，谁撑住了虞书欣，用同样的方法也能看出虞书欣的普在娱乐圈里有多明显。跟赵露思一样，虞书欣也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小花，她的原生颜值也处处是短板。这样顶多称得上一句清秀邻家的长相，要想在娱乐圈被称美人，多少离不开精修的虚假宣传。精修图之下，虞书欣能被粉丝大夸美过范冰冰，精修图背后的为 P 生图却直接坐实了虞书欣的普女头衔。赵露思撞脸张大大，虞书欣撞脸于正，95花里的2大 TOP 颜值都有很明显的 BUG。看着这样的生图，咱们顶锅盖说句不怕被喷的，
现在这些个女主放在以前，真的只能当丫鬟。又或者说，这样的普女颜值，甚至还比不上以前的丫鬟角色。4. 白鹿。白鹿如今也是偶像剧女主的扛把子之一，但是看着她以前的旧照，你会相信这样一张路人脸会被捧上女主之位，胜任美女角色吗？白鹿原本的长相不算丑，但也绝对能称得上一句普通路人了。出道后，白鹿有了系统的包装，颜值有所提升，但提升幅度并不大。去年一场时尚活动的走秀生图，就足够让白鹿的谱完全暴露了。以前的女星不管是什么风格，绝对都担得起大美女的称号，从陈红、蒋勤勤到冰冰等人，或明艳或古典。就算当年跟四旦双冰相比，也被超过审美降级的85花，也绝对是妥妥的美女，各有特点。再看看如今所谓的顶流小花，只能感叹一句审美降级了。4大普男。比起4大普女，普男这边竞争更加激烈，因为如今的娱乐圈真的是中式帅哥稀缺。最终还是程毅、王一博、任嘉伦、易烊千玺以脸杀出重围，获得4大普男头衔。从最近出战海外参加巴黎时装周的程毅说起，有些明星出国那是用脸替国争光，而看着程毅的生图，大家只能说句勉强能看。程毅本身的颜值水平本就各处充满短板，他未走红时跟陈晓一同出镜，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丝脸。程毅换上现代装也是个时尚杀手，不仅脸部精致度不够，土气指数也明显过高。他既不是什么浓眉大眼标准帅哥长相，也没有自身有辨识度，眼睛不大，双眼皮也是细窄的形状。就算走红后，他依靠妆造、滤镜，甚至双眼皮贴，也实在称不上一句美男。看着这样的55分比例和这样平平无奇的脸，真的很不想承认这是现在偶像剧男主的颜值水平。古偶剧里的另一大流量男星任嘉伦同样获得了普男评价，跟程毅相同，他也是欢瑞力捧男主，出道前的原生颜值也不敢让人恭维。欢瑞这公司眼光独特，从杨紫到程毅到任嘉伦，爱土爱普的核心贯穿始终。被捧的任嘉伦演过很多小火的古偶剧，可你要说他在剧里有多帅多精致，也不见得。任嘉伦的脑门比较大，鼻孔突出，五官整体显得不太高级。虽然算不上丑男，但这样钝感十足的脸在娱乐圈被评价一句普通，也没夸大其词。与君初相识里，任嘉伦用这样的颜值就是演了绝美娇人，这张脸就最没说服力。说完2个古偶普男，我们来看看爱豆界当选的2位顶流普男。曾经在娱乐圈当偶像4大天王小虎队，不光能力能打，颜值也拿得出手。而如今的顶流爱豆，出道前长相平平无奇，骨香皮香都欠缺，甚至在普通人里都很不起眼。出道后经过各方包装，好像能看了点，但一旦离开舞台打光，浓妆遮面，生图里的他们还是普得很明显。在资本包装下，他的脸被吹成了娱乐圈稀缺颜值高级脸。但转型演员后，他们在荧幕上的颜值表现，相信大家都有基础评判。虽然被称顶流，但是他们的脸在同龄层里每次都输得很明显。有人输给队友，有人带上主角光环，却都不如小配角的脸来得顺眼。当然，普男之下还有很多丑男，不一一点名了，咱们看图鉴赏。娱乐圈低端颜值的多样性，以前的偶像剧主演至少五官端正，担得起天下第一美人、第一美男的头衔，而现在能当主角的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？当选4大普男普女的8位明星，可都是现在当红流量，甚至是顶流偶像。娱乐圈可以有普通长相的人，但当爱豆做偶像剧主角的他们，可不能颜值稀缺啊。他们的走红其实算得上是资本和粉丝的一种选择，可是他们普通的颜值，真的能成为靠脸吃饭的大明星吗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